我最近特别好奇那种细如发丝的龙须酥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我买了100多斤糖，我想在家体验一下这个过程。然后做之前我看了一宿教程，我当时感觉我厉害透了，甚至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没有小时候翻绳难。结果干上之后，那翻车都要翻出花来了，那糖不少软了就少硬了，甚至有一单我那糖拉着拉着还给我弟头发粘一起去。好家伙，正值正月，他头发赶上这么大个结，这事儿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后怕呀。后来在做的过程里，我们一直在失败，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失败的速度了。关键这玩意儿它没法通过结果倒推过程，就是失败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而失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道错了，但不知道错哪儿。后来我去问了问我姑，我记得他2年前就做成过，他在一些细节上帮我们进行了校正，同时让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环是拉糖时候的温度。这个温度虽然没有具体数值，但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它具象化，就是拉糖的时候，只要它足够把手烫得通红，那这事儿基本就成一半了。然后随着越来越成型，我们就打算去挑战超大份的了。做大号龙须酥拉起来可比小号难多了，很多环节都是亮面产生了质变。而且我发现多人一起拉糖考验的其实不是默契，而是情感。那干的时候我仨都快毕业了，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这3个和尚凑一起呀，他果真是没水喝呀。后来我们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失败里边，终于找到了一些技巧。这回拉完之后，那龙须酥真像比头发丝还细了。然后为了好吃，我们还加了点坚果碎，这吃着跟小时候在街边买的简直一模一样。不过想想也挺神奇，平时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后来其实我又尝试了很多次，我试图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但是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所以最后我总结为，只要不是老师傅干这个，那想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撞大运。而且这个东西吧，其实不太适合在家做。我们做完了之后，那屋里跟喷过灭火器似的。完了晚上洗澡的时候，居然还洗出一身欠来，你说这你受得了吗？这个。我前2天看纪录片，看着一个给老佛爷吃的菜，相传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吃不了肉吧还干着急，他吃不着肉，御厨越着急呀，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6豆芽里，于是就有了这一道银牙酿肉。但因为制作难度很大，所以选角也很严格。我们按照流传的标准，用4个多小时，在将近1万根豆芽里才勉强选出572根，然后要想招把这些豆芽掏空了，再往里塞肉。就这会儿我一度怀疑过，这真是一道宫廷菜吗？这不纯变态吗？后来掏这500多根豆芽，算彻底给我们掏哭了，就跟张飞绣花似的，有劲儿根本使不出来，而且没有任何好办法，就只能用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顶出来。最崩溃的是，眼看就要顶穿了，结果在最后1/3的时候给顶漏了。问题这还是个大概率事件，我中间还试过针灸针，但是没等给豆芽扎穿呢，先给手指头扎穿了。这活干得太暴躁了，这也就家里是个露台，这要是个天台，明天早上吃晚饭都得少俩。我们干了7个小时，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然后就要往里塞肉了，但没寻思干那么慢呢，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好，我们人脉有限，实在是没有当过公公的朋友，就准备了3种肉，寻总有一种能跟老佛爷对上。但是这一步比上一步还变态，往里塞火腿，差点没给我眼珠塞瞎了。肉泥可以用针线或者注射器，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风险。到最后那1万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做了20个小时，痔疮都快犯了，结果就整出3个1来，一天1宿就干出1口，我吐了我。至于口味吧，我只能说它不愧是一道宫廷菜，我等凡人根本尝不出其中的美味。简单来说就是没味，就感觉干了20多个小时，完全干了个寂寞。这一宿干的可太窝囊了，全程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好像没给我们憋死。看来文熬确实不太适合我们，以后还得是我熬。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儿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湿。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翻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狮苏的创始人武阳，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一定是进度。我们最近呢，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姨妈来都不准时了。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这驴活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儿，那毛发异常的旺盛，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我们试了很多工具，最好使的是刮眉刀，但真的太慢了，从天亮刮到天黑，整整12个小时，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就别说史上了，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反出了一层黑的杂质，而且特别难去掉。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真的，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哥们儿。干了一天一宿啊，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然后《本草中国》里讲，这需要熬9天9夜。我现在就别着急了，这驴皮熬到第5天的时候，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整的人都磨着了，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就惦着驴皮。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据说加工成阿胶块，这些东西能值上万，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我肯定是不挣了。再熬下去啊，阿胶是值钱了，我可能也变无价了。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整整干了8天呢。从干到吃上，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我发现这冻丝放这儿可太合理了。等这些吃完了，要再想吃，我肯定出去买去。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营养少，没啥别的毛病。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